博鳌亚洲论坛进入第2天，外交部介绍，习近平将于周2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将着眼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和全球风险挑战，就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与会各方对习近平演讲有何期待？来看看记者从博鳌现场发回的报道。 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证实，习近平主席明天将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这一消息引发了我所在的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各国记者的轰动。那么，事实上，在外交部证实这一消息之前，就有不少的外国记者表达了相关的期待。还有一些外媒已经整理好了习主席过往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金句。 博鳌是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场合，不少的重磅消息都通过这一平台来进行宣布。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以线下为主的国际会议。那么，通过今天我在各个分论坛以及采访中所搜集到的信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包括中美关系、气候变化以及 RCEP 等等。国际舆论也期待明天习主席就这些热点提出中国方案。 正在博鳌亚洲论坛现场参会的新任联合国驻华联络员常启德向深圳卫视表示，在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情况下，中国以优异的抗疫表现使国内生产生活恢复正常。习近平以视频方式亲自出席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显示中国作为东道国对举办好今年全球首个以线下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的信心。This is not possib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hown incredible discipline, resilience, and science in terms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So I hope that his speech actually reflects the confidence of a country where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has not just been effective, but is bringing things back to normalcy.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我想呢，这个习主席呢，出席并讲话呢，在至少有2点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就是倡导这种团结合作、攻克时艰的这个精神。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呢，还是表达向世界呢，向这个地区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将继续的这个坚定的执行改革开放扩大这个与这个地区和这个国际社会合作的这么一个意愿。而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对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有何期待和展望。发言人汪文斌说，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年会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应变求变、加强全球治理的共同呼声。作为东道国，中方希望同各方与会代表围绕年会主题，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共商合作共赢大计，共谋发展繁荣良方，为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的努力。中国上周五已向东盟秘书长正式交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书，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完成 RCEP 核准程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经由8年的长时间谈判，终于在去年11月落地签署。RCEP 的成员国都是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国。周一下午，在博鳌就举行了 RCEP 前景与影响主题分论坛，展开讨论。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商务部前副部长龙永图表示 ，RCEP 的签署标志着东亚太平洋、欧洲和北美3大贸易一体化板块中最后一个板块的诞生，也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带来了新的机遇。他签署的时机非常好，去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了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使得很多国家都在怀疑全球化向何处去。因为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是整个全球化的基础，所以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亚洲太平洋地区的15个国家签署了 RCEP， 这个无疑给整个亚洲和世界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全球化还是有希望的，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则认为 ，RCEP 是亚洲地区经贸制度化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存在很大的前景，但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挑战重重。RCEP 距离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亚太自贸区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地缘因素对全球经贸的影响很大。RCEP
在美国看来是中国主导的一个体系。那么印度又没进来，我们的 RCEP 经过现在还没有开始行，我是觉得我们有很大的挑战。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亚太地区，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我们有需要，就是有经贸的合作，是吧？有它的需要，客观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是面临着两条路线之争嘛，你经贸路线还是军事路线？如果是美国所做的印太战略，最终成为一个经济战略，那我觉得没关系，这个对 RCEP 是个 plus， 互相竞争没问题。但这个美国所做的，如果是往军事方向发展，变成真的一个小北约，甚至实际上做成了比北约的还大，是吧？人口经济规模还大更大的北约的话，那这个 RCEP 就没多大用。郑永年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RCEP 提倡的多边主义基于发展利益之上，让世界和平共处，这与美国提倡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共同体不同。而中国作为 RCEP 签署国中经济表现最优异国家，应当继续保持自身开放，引导 RCEP 成为开放的大市场。这是两个不同的多边主义原则，中国是 inclusive 的，美国是 exclusive 的。所以我刚才在讲，中国自己本身的开放很重要。正像二战以后，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就是美国起了主导作用，是吧？如果今天的中国不要老是去求着美国，你求美国还不是自己做，因为自己做我们是可以掌握的，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国内的需要更高的规则。我们不仅仅是发展，以前的发展是我们数量型的经济增长已经过去了，我们下一步到2035、2050年需要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就跟规则毫无冲突，是需要更高的规则。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开放行为来形成这个亚洲的大市场。